你只是经营着一家拍卖行，却引得无数大地强者俯首称臣，就连真龙麒麟等传说中的神兽都为你看守大门。只因你的拍卖行拥有着无数强者梦寐以求的珍稀瑰宝，什么极道帝兵至尊骨，甚至10大奇骨的春秋蝉，在你这儿都是随处可见的垃圾。只因你觉醒了神级拍卖系，诸天万界，所有奇珍异宝应有尽有。而你的第一场拍卖会就引起了整个大陆的震撼，因为在这场拍卖会上，最低级的拍品都是一枚6品宝丹，瞬间引来了无数大能疯抢。然而此时天荒拍卖行大殿中，首座一位锦衣华服的年轻人坐在那里。我这是穿越了，一股记忆猛地冲入脑海，通过记忆，我发现自己竟穿越到了一个玄幻世界。且不说圣人大帝，就算是眼前这大殿之中的几个人，也都是一方雄主，翻手覆手之间，可抹灭千百里。这位原主本是圣帝弟子，只因为圣女的一句夸奖，却被人添油加醋传到了圣子耳中，这才被流放至此。回过神来，看着大殿之中这些人从上到下，分别是行主、堂主、长老。眼前这4个堂主眼神不善地看着我，看来他们是受人指使，准备架空我。就在我考虑如何不被架空之时，突然一道提示音突然从耳边响起：神级拍卖系统绑定，请宿主在1刻钟内选择需要绑定的拍卖行，届时系统将发布新手拍卖奖励。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没有犹豫，我直接心里默念：绑定天荒拍卖行。宿主绑定天荒拍卖行，新手奖励正在下发。恭喜宿主获得天荒未成时千年寿元本源乘1，天荒令乘1。天荒位，天荒拍卖行首位境界为凝玉9重千年寿元，生命本源，可用于摘星境界以上的修炼者吞服，可提升千年寿命。天荒令，天荒拍卖行之主令牌，持此令牌，可在天荒拍卖行之内无敌。此方世界修炼境界从低到高分别是炼体、筑基、洞天、化灵、凝玉、摘星、揽月、古圣、地境。凝玉境界在整个天元道域或许算不得太强大，但面对眼前的局面绝对足够了。眼前这4位堂主就是凝玉境界。至于千年的生命本源可以提升千年寿命，这说出去只怕是足以惊天动地。在天元道域达到古圣寿元，可以突破万年，存活世间万载不灭，但总有一天会面临寿元枯竭的一天。想想一位古圣到了晚年时日无多，如果有能够提升千年寿元的宝物出现，他们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无法想象。千年寿元说小了，可以让一位古圣再活千年，可护佑一方，势力千载。说大了，若是古圣能够在1000年内成帝，届时踏足人道巅峰，大地寿元可达10万，这千年寿元价值更是超乎想象。可以说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只怕是整个天元道域的老古董活化石都将会坐不住了。还好我有天荒令，另外这拍卖系统需要拍卖点，拍卖系统在固定的时间段内可以进行抽奖，但其他时候想要在拍卖系统之中获得宝物，就必须使用拍卖点。如此一来，目前想要崛起拍卖点至关重要，而拍卖点的获取自然是进行拍卖，拍卖之后获取的价值转化为拍卖点。这时我平静的开口：4位堂主，如若本公子不退位呢？原本看我一直没有做声，4位堂主都觉得我认命了，毕竟他们可是凝玉境界，而我不过洞天境界。没想到我这一出声居然如此强硬，属实让他们有些意外。神冰堂堂主王千仞听闻我开口，立马说了一句：林叔，你不必摆你那圣地内门弟子的架子，我们早就得到消息，你已经被驱逐。看在你曾经是圣地弟子的份上，我们没有直接将你赶走，已经很仁至义尽了。听到这话，我直接默念了一句：系统召唤天荒位。是宿主。伴随着话音落下，原本颇为空旷的大殿之中，刹那之间出现了10道身影。10道身影皆身穿黑色衣袍，在其黑色衣袍之上印有天荒2字，每个人身上属于凝玉境界的气息充斥着整个大殿。天荒位一出现，下一刻便直接半跪在地，口中声呼拜见主上。这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幕，让4位堂主彻底懵了。4位堂主皆为凝玉境界，自然能够感应到这10道突兀出现的身影，他们身上的气息就是凝玉境界，并且更加雄厚，只怕是7重之上。最离谱的是，他们居然直接跪下呼喊林叔为主上。我随意的挥了挥手，云淡风轻的问了一句：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法？4位堂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终4个人都是低下了头颅，异口同声的道了一声：结果烧了。好了，不必多礼，你们下去吧，将3位长老叫来。是。4位堂主躬身告退离开了。大殿外走出去很远，4位堂主才开始议论起来：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10个凝玉境界，并且还是凝玉7重以上，他从哪里找来的？我听说貌似是因为圣女，难道是圣女安排在他身边的？不可能吧，圣女就算称赞了他一句，但也不可能将10个凝玉境界的人给他，更别说还称呼其为主上了。算了，我们还是去找3位长老吧。很快4人来到了天荒拍卖行后面的一座山脉之中。天荒山脉之中有人工开辟的洞府，布置有巨灵大阵，俨然成为一方小型的洞天福地。长老一般情况下都处于闭关之中，不参与拍卖行的管理，唯有特殊时期才会出关。4位堂主来到洞府之前，恭敬地呼叫道：恭迎长老出山。何事？一道有声音传出：新少主到来，请3位长老出山。
夫是问何事？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使得四位堂主都是一颤。显然，这看似平淡的话语之中已然充满了怒气。但没办法，一想到那10道身影，他们只能顶着压力再次道了一声：“新少主未曾说明，只让我们前来邀请3位长老入山，将事情问清楚了再来说吧。” 3个洞府之中，一道道契机冲斥而出，4位堂主瞬间被送出去千里。4位堂主站在千里之外，此刻也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3位长老个个都是摘星境界，绝对不是他们4个可以抵挡的。现在怎么办？4人面面相觑，还能怎么办？回去问少主吧。我看着4位堂主神色一厉，你们没有邀请他们过来。4位堂主立马解释道：“回少主，3位长老皆是摘星雄主，我等实力不足，应邀不来。算了，你们退下吧。天荒拍卖行的3位长老高高在上惯了，自己一个新来的，想要让他们前来，还是有点难度。” 既然如此，我直接透过大殿看向了天荒山脉之中。下一刻，沟通天荒另一股至高至贵、至尊至圣的气息随之浮现。刚刚退出去的4位堂主还没走出去多远，在这股气息之，直接不由自主的轰然跪倒在地。这股气息，莫非是古圣降临？古圣便是在圣地，也是无上存在，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天荒山脉3个洞府之中，3位老者原本处于闭目之中，牵引星辰之力淬炼己身。忽然一道恐怖的气息降临，直接将他们禁锢在原地。那牵引而来的星辰之力也是瞬间中断。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入洞府：“3位长老还真是大忙人啊，莫非还需要本公子去请你们？给你们10个呼吸，若未至天荒大殿，后果自负。” 说罢，那恐怖的气息也是随之消弭，伴随着这恐怖的气息随之消散，3位长老瞬间从洞府之中现身，站立在天荒山脉的虚空，望着远处，此刻陷入了深深的困惑。那股气息之强大，乃是他们生平仅见，哪怕是面对圣地的一些古圣老祖，都从未有过这般感受。3人不敢耽搁，跨过数千里虚空，朝着天荒拍卖行那方大殿而去。这天荒令的权限果然好用。就在刚刚自己使用天荒令的权限刹那之间，就感受到自己仿佛成为了整个天地的主宰，似乎不管是什么存在， 在自己眼中都成为了蝼蚁。那3位长老即便是摘星境界，便是不需要出手，仅仅只是气息就足以将他们碾压。毕竟此方世界老不死的存在太多了，据说有一些只差一步便可以登临大地的主地，有可能尘封在某些神异之地。从记载当中得知，哪怕是一方圣地，面对这种真正的无敌之辈，也是捉襟见肘，很难抗衡。不过试用了一番这天荒令， 现在就算是这些尘封的无敌之辈到来，我也足以应对。既然如此，那就可以放开手去做了。在林殊沉思之时，大殿之中3位老者也是急速赶来。3位长老一出现，直接就在大殿之中四处打量，似乎想要寻找刚刚那道恐怖气息的源头。然而大殿之中，除了林殊一个人坐在首位，便再无其他任何人。3位长老皆是迫不及待地开口问道：“敢问刚刚那位前辈所在何处？”闻言，我眉头一皱，眼前这3个长老显然还没有将自己放在眼中。3位长老，本公子身为天荒拍卖行少主，你们匆匆赶来，不见过本公子，却质问本公子一位你们从未见过的前辈，莫非3位长老忘记了天荒拍卖行中谁才是第一人？3位长老一听，似乎也是意识到了自己匆忙之间话语有些不妥。是啊，自己刚刚居然敢这般说，若那位前辈跟眼前这位新少主真有关系，自己岂不是大不敬？请少主恕罪，老夫3人对那位前辈高人实在是惶恐，有些乱了礼数。这些人不愧是活了悠久岁月，少说数百年，也算是能屈能伸。本公子需要在7天后开启拍卖会，你们3人代替本公子去走一趟。记住，一些小势力尚且可以忽略，但真正的大势力，尤其是圣地级别的，必须通知到位。此话一出，3位长老也是有些懵逼了。他们看着林殊，心中似乎在想，这位新上任的少主是不是修炼魔怔了？且不说这只是天元拍卖行之下的一个分行，就算是天元拍卖行总行召开拍卖会，也不敢说可以邀请到所有的大势力啊。然而面对这种情况，我却早有准备，直接拿出了15张邀请函。你们只需要将这些邀请函送到各大圣地级别的势力即可，其余的不必多问。就这3位长老面面相觑，若非顾忌林殊身后可能存在古圣，并且看林殊如此有恃无恐的样子，他们3人早就拂袖离去了。还以为会有什么计划，没想到居然只是几张邀请函，难道还能是大帝书写的？一位长老只能硬着头皮问道：“少主，请恕老夫直言，天元当月除了天元圣地掌教的亲笔邀请函，亦或者一些古老的准地发出的邀请函，其他的邀请函只怕是没有多大可能将那些圣地邀请回来。莫非你们认为这样浅显的道理，本公子并不知晓？”这3位长老顿时愣住了，难道这邀请函还有什么其他更深层次的含义不成？不过他们并不敢打开邀请函查看。去吧，按照本公子吩咐的去做就行。我挥了挥手，直接让他们离去。3位长老支支吾吾良久，最终转身离开。天荒古城外，3位长老出了天荒古城。此时，一位长老迫不及待地问道：“少主究竟想要干什么？明知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为何非要我们去做？”不知道，但我总觉得这事情不简单。
若想要惩罚我们，大可以直接让那位古圣出手。是啊，何必让我们大费周章去送邀请函？但若不是惩罚，那又是什么？只怕这其中的秘密隐藏在邀请函之中。就在这时，其中一位长老忽然说了一句：“如今看来，我们还是得先去寻求一下掌教。之前不是说他被驱逐吗？这事情不简单。一位圣子应该还不至于为了圣女称赞了其一句就将其驱逐。说的也是。”任何一个圣子，那可是从天元圣地百万外门弟子、数万内门弟子以及数百真传弟子当中脱颖而出。整个天元圣地也才9个圣子，气量不该这么小才对。既然如此，那我们先去问下掌教吧。三人转眼之间踏入虚空，随后踏破虚空，朝着天元圣地而去。天荒拍卖行大殿之中，3位长老离开后，我再次呼唤来了4位堂主。少主，您找我们。这位堂主一到，便恭敬地问候了一句：“你们4人说一下。”如今整个天荒拍卖行的库存如何？挑选你们认为珍贵的说。神兵堂堂主王千仞率先回答：“回少主，如今神兵堂最贵重的几件珍藏，当属大日星河、宝器、破星梭。大日星河乃是取自一方即将寂灭的古星大日炎星，是锻造宝器的无上珍宝。若是有多件融合，甚至可炼制出圣器。破星梭，这是曾经一位揽月大能的武器，曾一击将域外一颗古星化作尘埃，因而得名。”听其介绍，我点了点头。这2物确实算得上珍贵之物，至少在这天荒拍卖行是绝对的极品了。倒是没想到天荒拍卖行还真有好东西，本以为好东西早就调到总部去了。神兵堂堂主王千仞说完，单炼堂堂主穆青也随之开回堂主，单炼堂镇堂之宝为一枚6品极品宝丹破月宝丹。破月宝丹，这世间除了修炼境界有划分，同样宝物也有层次划分，如武器有9品，丹药也有9品。丹药9品，1、2品是为凡品，3、4、5品是为灵丹，6、7品则是宝丹，8品乃是圣丹。至于9品，则只存在于传说，丹成9品便是丹品。有人说9品丹药乃是地丹，唯有大帝才可以炼制。一枚6品宝丹，号称可以让一位摘星境界的修炼者踏入揽月境界。摘星境界可活1000年，揽月境界可活3000年。一枚丹药代表的不仅仅是实力的突破，还有生命层次的蜕变。天荒拍卖行有这样的宝丹，实在是令人敬仰。接下来，典藏堂堂主以及真宫堂堂主分别说出了各自所在堂的镇堂之宝，无一例外都是极其珍贵之物。天元圣地位于天元道域中域，整个中域方圆1万里，皆是圣地疆域在圣地之中，甚至包含了诸多圣地弟子开辟的宗门家族王朝。但这仅仅只是圣地外围，圣地核心所在之地是在中域一座近乎方圆100万里、高有近10万丈的悬空山之中。最令人震撼的是，此地有9条拥有真龙血统的蛟龙盘旋，真龙世间力量极致的代表，任何一条真龙出世，那都是无敌的存在。传闻真正大成的真龙，比之大地都要强大，堪比仙道王者。不过这只是传闻，天元道域从未有过大成真龙出现，甚至整个3000道域都没有。3位来自天荒拍卖行的长老立在天元玄峰之下，面露恭敬地望着9条蕴含真龙血统的蛟龙，低声说道：“晚辈是天元拍卖行之下天荒拍卖行长老，今有急事求见掌教，还请前辈准予我等入内。”9龙依旧盘旋在那里，不断地吐露着龙息，似乎并没有在意3人的到来。良久，有一龙，一道龙息吐出，在3位长老眼前，顿时呈现出一道门户。天元玄峰周边存在无数禁止，若不打开禁止，他们根本不可能入内。如今禁止开启了一道门户，显然代表着他们可以入内了。3位长老再次恭敬地拜了一番，随后入了天元玄峰。一入天元玄峰，磅礴的灵力顿时扑面而来，比之外界更甚10倍，甚至更多。700年了，每次踏入都让老夫叹为观止。不愧是天元道域第1圣地。是啊，老夫也离开有500多年。曾几何时，老夫的梦想是真传，但真传之难，难于上青天。好了，往事如烟，我们还是先去拜见掌教要紧。3人在经历了多重关卡，通过一层层汇报，终于是见到了掌教。一道虹桥出现在他们脚下，接引着他们前往。这是一颗古星，古星之上存在诸多生命气息，有人类，也有其他族群。3位长老知晓，这是掌教的族人，有的是掌教曾经亲人的后人，有的则是掌教的后人。3人一见到掌教，弟子曲峰，弟子杨谦，弟子黄明，拜见掌教至尊。一道人影看不清面容，仿佛置身于无尽朦胧当中，轻轻回应了一句：“起来吧，3位为圣地世俗产业奔波操劳，不必如此大礼。尔等前来所为何事？”掌教的话语细细传来，片刻之间，3位长老犹如沐春风一般，原本从天荒拍卖行一路奔波而来的疲惫感瞬间消弭。3人不敢拖拉，直接将此行前来的目的从头到尾一五一十的全部说了出来。一时间，此地陷入了一阵寂静。良久，掌教终于开口了：“林叔，此人本座并不知晓，他的事也并非本座安排，第8圣子也断然不会与他有任何交锋。
不过听你们所说，其身后存在古圣，想来非比寻常。既如此，邀请函呈上来一份，让本座过目一番。居然不是掌教安排的三人也是面露疑惑，不过这不是他们现在该思考的，直接取出一份邀请函呈到掌教手中。邀请函很是普通，就仿佛凡俗之中宴请亲友一般。若有古圣，断然不可能使用这般凡俗之物，毕竟古圣一举一动都蕴含超凡入圣之意。一缕气息没入凡俗之物，也足以让其变成灵物。就算真的一张凡俗邀请函，若经过古圣之手，也足以重若千钧。这邀请函在本座的眼中看来，即便不是出自凡俗之人的手中，也顶多出自普通修炼者之手。掌教怀着好奇，缓缓地打开了邀请函。下一刻，整个古星都随之颤动起来。三位长老此刻也是一惊，这颗古星乃是掌教还未成为掌教，不，应该是刚刚成为道子之时，从域外拖来的古星，经过掌教数千年的淬炼，可以说堪比一方圣器。寻常的修炼者，哪怕是全力出手，都难以撼动，除非是古圣级别出手，才会对这方古星有所撼动。即便如此，掌教坐镇古圣，哪怕可以撼动，也可以被掌教镇压下去。为何突然之间这颗古星暴动起来？与此同时，天元圣地掌教此时一打开邀请函，便被两个字直接吸引了。这两个字，天荒如今在我眼中已经不是单纯的两个字了。这种气息给人的感觉，仿佛就如同一位9天之上的真仙在俯瞰凡俗一般。天字给人浩瀚高远之意，荒字则能够让人感受到无尽的岁月穿梭之感。毫不犹豫地说，就这两个字，若是催动，可镇古圣。天元道域大帝早已经绝迹，这个时代地路还未开启，准帝、圣符、武圣已然是世间绝巅，而这邀请函上仅仅两个字，竟然可以镇古圣。天元掌教将邀请函合上，下一刻，那股令他都心悸的气息赫然消失了。缓过神来，天元掌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思考着这背后究竟有什么目的。天荒拍卖行，我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毕竟天元拍卖行都只是圣地麾下的一个产业，天荒更是天元之下。这样的产业，一个圣地普通真传弟子都看不上，何况我这个掌教。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居然蕴含如此高人，若不是世间无帝，我都怀疑这就是大帝亲笔。但若说不是大帝亲笔，又是什么呢？尔等稍等片刻。天元掌教似乎想到了什么，随后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天元掌教身形一闪，直接融入虚空，速度达到了极致，朝着天元道域域外而去。他要去寻找一位老祖，一位天元圣地的准帝老祖。一步1万里，很快就来到了域外星空深，随后轻轻没入大阵，穿入古星之中。那里一金色玄关，正置身于古星虚空，不断的有能量没入其中。远远望去，若不是知晓其中有人，恐怕会被认为一件无上圣器。天元掌教来到此地，轻轻呼唤了一声晚辈袁天意拜见老祖，此次烦扰老祖，心有疑惑，还请老祖不吝赐教。说良久，玄关之中一道极其苍老，听起来似乎随时都可能断气的声音传了出来。老祖，这里有一张邀请函，还请老祖鉴定一番何人书写。话音落下，邀请函顿时脱手而出，没入了玄关之中。几个呼吸不到，只见玄关轰然炸裂，一道佝偻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天元掌教身前。此物从何而来？回老祖，此物乃是圣地麾下一个世俗拍卖行的几个长老呈上来的，说是这个世俗拍卖行的少主想要邀请天元道域的顶级势力前去参加一场拍卖会。好，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前往。天元掌教袁天意一下愣住，就算是这邀请函书写之人实力确实强大，不亚于老祖，也不该使得老祖如此急切吧。这位老祖似乎看明白了天元掌教袁天意的眼神，凝重地说道：此乃一位当世无敌者书写，不是大帝，却超越大帝。短短2句话，让天元掌教袁天意彻底惊骇了。不是大帝，超越大帝，无敌者，这任何一个合其沉甸甸都是足以压他万古。只是他能听出其强大，却有着难以理解。世间之事光怪陆离，诸多离奇之事，即便是老祖我也不清楚。你只需要知晓，他定然是一位无敌者书写的就可以了，并且你应当太过于急切，忽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细节，在这邀请函上要一丝若有若无的生命本源。你正处于巅峰期，或许没注意到，但老祖已到暮年，对于生命的窥探比你更加敏锐，才察觉到。正因为如此，才第一时间从尘封当中出来。或许这是一个契机，万古难逢的契机。既然老祖如此说，那7天之后的拍卖会，晚辈便随老祖一起前往。多准备一些，或许还要请派。天荒古城，天荒拍卖行，我感受到自己铭刻在邀请函上的一缕气息处。有人打开了邀请函吗？在此之前，我用天荒令的权限在邀请函上铭刻一笔，留下一丝一缕无敌的气息。唯有古圣级别打开邀请函，才能够从这邀请函察觉到那一道恐怖无敌的气息。如今一张邀请函之上的无敌气息已然被一个古圣触发，这代表着3位长老已经送出了第1张邀请函。整个天元道域虽然浩瀚，但圣地或者堪比圣地级别的势力并未有15个之多。之所以准备15张邀请函，无非就是多准备一些，
至于那些圣地之下的势力，我都没有想过用邀请函邀请，没那个必要。计划正在稳步进行之中，如今就看7天之后的拍卖会了。天元圣地3位长老依旧还在这里，不敢有丝毫异动。终于就在他们的等待当中，掌教去而复返，在其身边还跟着一位老者。老者虽然身形略显佝偻，但他眼神之中仿佛蕴含无尽沧桑，纪元更迭一般。这绝对是一位恐怖到极致的强者，甚至连掌教都对其隐隐有恭敬之意。若是没有猜错的话，这很有可能是圣地的真正底蕴人物，从不轻易出世的老祖。正在3位长老猜测之时，掌教开口了：“邀请函本座收到了，7天之内便会前往应邀，你们可以离开了。”3位长老心神一凝，掌教居然真的接受邀请了，这怎么可能？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力，居然能够让掌教接受邀请离开之前，3位长老不由得问了一句：“掌教、弟子等人还需要去其他圣地送邀请函吗？”天元掌教淡淡的回了一句：“去吧，知晓这是一位无敌者的邀请函，即便是我也不敢私自更改。既然那位存在想要邀请所有的圣地，显然有其理由。若自己扣押这些邀请函，定然会直接面对那位存在的怒火，便是我也扛不住。”从天元圣地离开后，3位长老踏上传送阵，朝着其他圣地而去。几天时间转瞬即逝，3位长老除了身处中域的天元圣地，他们还前往了东域的东药圣地兴盛圣地、北域的北炎圣地、赤离圣地、南域的南诏圣地隐士子家。即便是有传送大阵，3位长老也是耗费了诸多时间。东药圣地位于天元道域东域，虽比不上天元圣地，却也是一方传承超过了10万年的圣地传承，其圣地弟子数十万，威压整个东域，哪怕在天元道域也拥有极高的影响。事情回到数天前，3位长老通过传送阵到来，起初东药圣地根本就是不屑一顾。3位摘星境界这样的强者在东荒或许有一定的话语权，只手可摘星，但对于东药圣地这种传承科10万年的圣地而言，便如同蝼蚁而已。蝼蚁送来邀请函，他们何须在意？甚至连圣地山门都踏入不进去。最终3位长老表明自己来历，称自己是天元拍卖行分行天荒拍卖行的长老。东药圣地才派来了一位揽月大能的长老，将他们迎了进去。天元拍卖行乃是天元道域第一拍卖行，又是隶属于天元圣地，东药圣地也需小心对待。不过3位长老终究不是天元拍卖行的长老，因此能够让一位圣地大能级别的长老迎接，已经算是东药圣地很看天元圣地面子了。 3位天荒长老远道而来，不知所为何事？东药圣地的这位长老将3位长老行入山门之后，便直接问了一句：“遵少主吩咐，前来为贵圣地送上邀请函，邀请贵圣地前往东域天荒古城，参加天荒拍卖行7天之后的拍卖会。” 3位天荒长老莫非是长途奔波，有所劳累，以至于忘记了此地是何处？若天元拍卖行邀请我东药圣地，自然会应邀。但这天荒拍卖行，东药圣地这位长老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很是显然，大概就是你天荒拍卖行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邀请东药圣地前往。对于这般轻蔑的态度，3位天荒拍卖行长老心中自然明白，知晓自己比不上圣地，但被看轻，内心还是有些生气。不过气是气，但面对圣地还是不敢发泄的。既然别人这么说了，3位长老也就没有再待在这里的必要。他们也只是奉命送邀请函，至于邀请成功与否，少主可没有要求。不过或许是因为东药圣地这位长老的轻视，让他们内心有所不忿，在离去之时，没来由的说了一句：“对了，忘记告诉这位长老了，千元掌教打开邀请函后应邀了。”说罢，3位长老就此离去。东药圣地的长老一愣，不明所以。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天荒拍卖行不就是天元拍卖行下面的一个分行吗？天元掌教若真要去，还需要邀请？这应邀仪式从何而来？事情似乎有些猫腻。原本想顺手将邀请函扔到一边，不由得好奇打开看了一眼，普普通通，没有任何特殊。殊不知，虚空之中，一位古圣正全程关注着这一幕。正在其打开邀请函的刹那，那位古圣便瞬间感受到了一种恐怖的气息降临。古圣立马现身，出现在这位东药圣地长老面前，将邀请函给老夫。原本还在好奇这邀请函的东药圣地长老，忽然听到这话，抬头看了一眼，立马一惊：“药离老祖，您怎么过来了？晚辈拜见老祖。”这位古圣直接摆了摆手，将邀请函接过，不由得呢喃道：“这怎么可能？世间怎么会存在如此强大的气息？这气息并不古老，说明留下这气息的时间并不久远。也就是说，是一位至强者最近留下的。不行，得找他们共同参悟一番。”说罢，这位古圣直接就消失在了原地，踏入了圣地最深处。不久后，东药圣地一则消息传出，东药圣地将要参加7天后天荒拍卖行的拍卖会。也就是东药圣地传出消息后，兴盛圣地的消息也在一个时辰后传出，与东药圣地一模一样。至此，整个东域都震动了。2大圣地居然先后宣布参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拍卖行的拍卖会，这是什么意思？几天内不断有圣地传出消息，东域、南域、北域、东药圣地、兴盛圣地、北炎圣地、子家诸多圣地，或者具备圣地实力的一些隐秘世家，皆是一传出消息。在这段时间里，天元道域瞬间风起云涌，各方云动，诸多圣地、古族、古宗去参加一个拍卖会，这可是千古难逢。正在动身回天荒古城的3位天荒拍卖行的长老，此时听到消息传出，不由得瞠目结舌，老夫是不是在做梦？少主居然还真的用一封邀请函邀请动了这些圣地。6
恭喜宿主拍卖行声望达到 LV2 初出茅庐，并恭喜宿主拍卖行声望达到 LV3 小有名气，并由于宿主拍卖行声望提升2级，奖励6次抽奖，拍卖点300点。这一天，突然之间，脑海之中传来了系统提示音。在此之前，系统便已经告知拍卖行有一个声望评级，每达到相应的声望就会有对应的奖励。比如刚刚创建的拍卖行乃是鲜为人知，视为 LV0。如今随着3位长老去送邀请函，想来各个圣地都知晓了天荒拍卖行。我心中默念了一声，下一刻，宿主林殊，年龄19，境界洞天境界7重，功法天元心经洞天篇，神通天罡剑诀，体质剑灵体。拍卖行 LV3 小有名气，声望等级1级鲜为人知，2级初出茅庐，3级小有名气，4级响彻一方，5级声名远扬，6级众所周知，7级名扬3000，8级流传诸天，9级名垂千古，10级独断万古。物品：千年生命本源。未拍卖，拍卖点300，抽奖次数6。任务：短期任务，请宿主在7天时间内召开一场拍卖会。未完成。短期任务，作为一方拍卖行，岂能没有强者坐镇？请宿主在1个月内招募到1位古圣级强者坐镇。未完成。长期任务，声望提升任务，下一阶段，请宿主将拍卖行声望提升至 LV4响彻1，方位完成。声望等级居然足足达到了10个等级，自己目前才3级，还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不过倒也没有太过于在意，毕竟自己才刚刚绑定这个系统。反倒是那些任务没有提示完成是否有奖励，也没有提示说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是否有惩罚。算了，不管它，反正这些任务也算是我目前的计划方向。系统抽奖，并宿主选择抽奖模式。面前浮现一个轮盘，轮盘之上有抽奖模式，单抽或者多抽。那就单抽吧。随着话音落下，轮盘便直接快速的转动起来。良久，轮盘转动结束，停了下来。并恭喜宿主抽奖，获得洞天之灵真龙。听到这，系统提示音。自己这手气未免有些太过于好了吧？在天元道域，修炼者达到洞天境界，便需要在体内开辟洞天。普通人能够开辟6个洞天，已然是非常不错。在圣地之外的势力，算得上一方天才。林殊在洞天境界开辟7个洞天，已经可以算是名传一方的天骄。7个洞天已经是一方天骄，至于8个洞天，这哪怕在圣地都是屈指可数的存在。至于9个洞天，那是真正的无上天骄，至尊之姿，拥有成为大帝的潜能。这种存在无一例外都是道子的有力人选，未来将执掌一方圣地，镇压一个时代。理论上说，9个洞天已然是极致。至于还有没有人开辟更多的洞天，而洞天之后的下一个境界便是化灵境。这洞天之灵就跟下一个境界化灵有关。化灵境界最重要的标志便是养灵，在洞天境界突破到化灵境界后，就需要开始在洞天之中养灵。灵物的强弱很大程度上绝对化灵境界的强弱。天元道域按照灵物的强弱可分为低级、中级、高级灵物、中级灵物以及高级灵物，基本上是整个天元道域90%以上的修炼者所选。当然，有一些真正的天骄盖世强者，他们在洞天境界时，为了以后的成就更高，他们会去天地间选择比之高级灵物更加强大的灵物，这种灵物称之为圣灵。一旦能够寻找到圣灵，并且成功将其纳入洞天温养，只要不陨落，未来就有机会成为古圣。而在圣灵之上，还有一种地灵，这种灵物并非存在于天元道域，甚至说不存在于世间。地灵不属于任何低级、中级、高级乃至圣灵，但却出自于这些灵物。当然，在亘古的传说当中，在3000道域之上，人道极致巅峰之上，存在长生者、不朽者，那种存在称之为仙。仙俯瞰机缘沉浮，不朽不灭，因此也就有了仙灵一说。仙灵存在于传说，真龙便是传说中的存在，号称大成之始，可谓仙中之王。因此真龙之灵也就是仙灵。正因为如此，我才说自己运气未免有些逆天了。这是真正的用阳寿在抽奖，仙灵只存在亘古传说之中，哪怕是圣地也不可能有价值堪比仙灵之物。有了这真龙之灵，此次抽奖即便是其他什么也没有抽中，也已经是血赚了。暗自沉思了一会，随后选择继续抽奖。这一次将剩下的5次抽奖机会全部选择一次性用完。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并恭喜宿主抽奖获得洞天真解、9叶剑诀、破灵丹。空。居然轮空了一次，不过你也没有在意，直接查看起其他的奖品来。洞天真解，诸天万界之中一位大能，历经一个纪元培育天骄3000亿，从3000亿天骄的洞天境界中感悟而出的洞天真解，9叶剑诀，诸天万界众生芸芸，在某界之中存在一草，名为9叶剑草，号称十凶，可与仙王争锋，其以己身为参考，创造出来的盖世剑诀，一剑可斩日月星辰，一剑可荡诸天寰宇。破灵丹，4品丹药，洞天境界修炼者服用，可提升5成的概率破入化灵境界，存在一定的副作用。自己这抽奖抽中，似乎好的有些过分了。洞天真解，一位大能培养3000亿天骄，从3000亿天骄洞天境界当中感悟而出。这大能一看就不是天元道域的大能，天元道域大能不过是揽月境界，这样的手笔3000亿天骄，别说是揽月境界，
就算是古圣都做不到。古圣存在多少？少则数个，多则10数个。但一方圣地，别说是天骄，就算是弟子加起来，能够有100万，就已经足以称霸一方道域，就如天元道域。而这个大能居然培养3000亿天骄，何等惊世骇俗的手段！这位大能恐怕不是人道大能，乃是仙道大能，一位仙道大能的洞天真解，这样的价值无法想象。至于九叶剑诀，居然是出自堪比仙道王者之手，这样的剑诀已然超越人道层次，哪怕是圣地的核心传承，也无法与之相比。倒是这化灵丹，这样一枚4品丹药，反而成为了最不起眼的，并且还具备一定副作用。真正的强者从来不靠丹药。我直接摒弃在一旁，现在该去看一看这洞天真解究竟存在何等奥妙。刹那之间，洞天真解顿时被我取在了手中。这是一颗小圆球，直径看起来不过几公分，比一般弹珠大不了太多。下一刻意识一阵模糊，等再次苏醒之时，只见自己已然站在一片星空之下，远处一方道场悬浮在星空之下，堪比一方大陆。大陆之上，林殊看到了诸多年轻一辈在吞吐星辰之力。这些年轻一辈，任何一人身上都充斥着难以想象的恐怖威势。论年纪，这些年轻一辈似乎并不大，绝对不超过30岁。看起来比起那位自己与之只有一面之缘的天元圣地的圣女，也是差不多年纪，但气势却是不知道磅礴了多少倍。这些人居然比起圣女还要强，或者强的不止一点点。这都是一群什么人？这里少说也有数百人，随随便便就有数百比之圣女都要更加惊艳的存在，这让林殊有些怀疑自己眼睛。很快画面一转，此时呈现在眼前的只剩下一个人。此人看起来不过10几岁，脸上虽然还有年轻带着的稚嫩，但眼神之中充满了坚韧。下一刻，只见此人撑起了自己的洞天，9大洞天齐齐浮现，至尊之姿，大地之姿。林殊不由得感叹了一声。很快，这位年轻人眼前一片混沌，混沌之中走出来一道看不真切的身影，是男是女都看不清，一片朦胧。甚至林殊朝着其望去，竟然感受到一阵心悸，仿佛此人也在望向自己，正在对着自己莫名的微笑一般。他能看到我。在此之前，林殊看那方道场上数百个年轻天骄，以及眼前这位撑开9洞天的大地之姿少年，他们都没有发现自己。而这个朦胧中从混沌之中走出来的人似乎发现了自己。林殊想要问自己身在何处，然而却发现自己根本说不出声音，只能眼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奇怪的是，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他们的声音我却能够听。你真的想好了吗？以你的体质加上9洞天，往后在9洞天归一，届时踏入仙道，成为仙道王者，不过时间问题。确定要如此冒险？那位朦胧的身影开口，声音似乎经过了处理，也全然听不出男女。但林殊知道，这是他跟那位少年说的话。这位少年居然是一位能够成就仙道王者的天骄，即便如此，似乎还要冒险尝试什么。正在林殊猜测之时，那位少年开口：“师尊，我愿意一试。若没有冒死的勇气，又怎可成为师尊的弟子？”那道朦胧的身影没有再多说，只见其手朝着星空之下一弹，下一刻，一颗大日直接被摄取而来。在摄取而来的瞬间，很快就在其掌心不断的浓缩，最终这颗大日竟然变成一颗弹珠一般。这种手段怎么那么像自己刚刚抽奖获得的洞天真解那颗略微比之弹珠大小的奖励？难道眼前这位置身混沌、一片朦胧的可怕存在，系统所说的那位大能？那么其接下来所要做的难道是……只见这位大能直接划开了少年的胸膛，将那颗大日凝成的弹珠放了进去。下一刻，只见那位少年的神情顿时扭曲起来，仿佛正在经历着难以想象的痛苦。这种手段直接将一颗大日放入体内，何等惊世骇俗！难怪说是冒险，这简直不敢想啊！眼前这个少年竟然以洞天境界吞了一颗大日，虽然是浓缩的，但依旧是一颗大日。要是放在天元道域，只怕是有人认为气疯了。时间缓缓的流逝，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只见那位少年神色变得缓和，与此同时，在其身上一个洞天缓缓的浮现，第10个洞天出现了，这就是达到极限之后再次开辟洞天的手。不错。你已经有资格当本座的记名弟子，带你踏入人道巅峰，可正式入门，拜谢师尊。画面再次一转，此时却是一位少女身穿红衣，暂且称之为红衣少女。红衣少女在呢喃：“唯有开辟10洞天，才有资格当师尊记名弟子。既然如此，我一定要开辟出第10洞天。只有开辟出第10洞天，拜师尊，我才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话音落下，那道朦胧的身影再次从混沌中出现。想要成10洞天极为艰难，在此之前，唯有一人以大毅力吞入一颗大日才成功，这还归功于其体质特殊，他的体质可位列诸天绝顶。至于你，不过一介凡体，虽有机缘开辟了9洞天，但那个方法不适合你，大日一入你体，必然使你化作虚无。红衣少女连忙拜倒在地：“师尊，不管什么办法，我一定会开辟10洞天。既如此，那你试一试这个办法吧。”身外洞天，林殊静静地听着，最终听到了这个：“既然体内可以开辟洞天，那么体外呢？是不是也可以开辟一个洞天，与体内洞天相连？这不就是相当于在外界开辟一个小世界，然后沟通体内洞天吗？”林殊不由得沉思，开辟小世界这种手段并不惊奇，达到古圣就可以在虚空创建。天元圣地就存在不少古圣老祖创建的古圣界，
但洞天境界又岂是古圣相逼？如何开辟世界呢？林殊不由得琢磨，随后继续观看。时间不断的流逝，就在这时，林殊突然察觉到有人呼唤自己。少主，我立马惊醒过来，原来不知不觉已经3天过去。没想到不过是看了一下情景再现，时间居然过去的那么快。转眼间拍卖会就要开始了。此时，林殊睁开了眼，看了一眼眼前这位长老。这位长老便是当初派去送邀请函的3位长老。少主，天元拍卖行来人了。来的是谁？一位年轻人，是天元拍卖行一位堂主的子嗣。来的只是一位堂主子嗣，这其中的意义可就深了。对方说了什么吗？回少主，对方有些倨傲，并未说什么，只是让您去见他。不见。你没有任何犹豫就拒绝。一个堂主的子嗣也配让自己过去见他？见少主拒绝，那长老并未惊讶，似乎在意料之中。毕竟少主身后有古圣，那个人不过是一位堂主的子嗣，一个揽月境界的后代，少主能去搭理才怪。既然如此，少主您且等着，我去打发了他。去吧。你们少主呢？这么久还没出来，难道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区区一个分行的少主居然如此摆谱，你们居然阻拦我在外，谁给你们的勇气？此时，天荒拍卖行一个大堂之中，一位年轻人对着天荒拍卖行的一群执事指指点点。碍于身份，这些执事根本不敢乱动，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将其阻拦在这里，不让其去往天荒大殿。就在这时，只见那位长老缓缓走。少主说过，他正在闭关当中，暂时不见客。你骗谁呢？明天拍卖会就开始了，他还敢闭关？让他出来！说着就要跨出大堂，朝着天荒大殿方向而去。然而，这位长老速度更快，直接拦在了他眼前。请回吧。老匹夫，你敢拦我？我可是天元拍卖行神兵堂堂主的儿子，我爹身为总行堂主，境界可是达到了揽月，乃是一方大。老匹夫，这位长老一听，脸色顿时一厉，随后直接就是一巴掌拍。滚！你敢打我？等着吧，我是带着任务而来，让你们拍卖行将此次的拍卖品呈上去，让总行拍卖。你们居然不分青红皂白打我，届时我爹还有总行的几位堂主以及行主、长老们都饶不了你们。此话一出，这位长老顿时笑了。天元掌教都没有说，让天荒拍卖行将拍卖品直接呈过去。这天元拍卖行竟然敢这样做，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并没有再搭理这个年轻人，转身就离开了。很快，他再次来到天荒大殿。少主，那个人说是带着任务而来，想要让少主您交出拍卖品前往总行，说让总行负责拍卖。有所预料，甚至如果没猜错的话，那人很可能是那位堂主不受待见的后代。这么多圣地答应邀请，天元拍卖行那边就算再蠢，也能知晓本公子这边有底牌。如今居然这么做，无非就是试探罢了。哼，居然让一个后代来当棋子，枉为人父。长老一听也觉得颇有道理。那少主现在该怎么办？不用管，杀一个棋子也没意义。目前唯一的目的是将这一次的拍卖会准备好，若是有圣地到来，倒是可以邀请进来。至于其他的，让他们在外面等着吧。是，少主。老夫这就去安排。天元圣城，这是天元道域一座最为古老繁华的古城之一。除去各大圣地以及一些古族隐士的洞天福地，此地当是天元道域最繁华之地。在这里存在一座拍卖行，名为天元拍卖行。此时天元行当中几人聚集在一方大殿深。行主，天荒那边的消息传来了，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并未见到林殊，被打出来了。根据我的线人消息，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说了他的目的，对方并未当一回事。一位中年男子端坐一方古座之上，平静的开口。在中央大殿的首座坐着一位女子，女子看起来颇为年轻。听完神兵堂堂主的话，女子赫然开口：我让你的儿子去试探，成为了棋子，你可怨我？不怨，我那个儿子都快成年了，连洞天境界都没有突破，妥妥的废物，留着也是糟蹋我的名声。这样的儿子死就死了，大不了再生一个，我妻妾多，不差这一个儿子。神兵堂堂主看到女子望过来，连忙低下头，眼神之中似乎隐隐有畏惧。世人或许不知道这位行主，他岂能不知道？别看这位行主乃是女子之身，但绝对是心狠手辣之辈。曾经有堂主不服其一个女子坐上这个位置，然后那个堂主以及堂主身后的家族在不到短短3天全部消失了。他也不想让自己儿子去，但失去一个纨绔的儿子，保全自己乃至自己身后的一族还是划算的。天元行主似乎并未看到神兵堂主眼神之中的畏惧，依旧自顾自的开口：如此看来，这个天荒拍卖行定然有所依仗，才如此有恃无恐。算了，这种小打小闹的试探就不必了。让你儿子回来，明天随我一起前往天荒拍卖行，到时候或许还要用你儿子赎罪。神兵堂主一听，立马点头，生怕点头慢了，怠慢了。下一刻，天元行主便消失在了大殿之中。与此同时，天元行主已然来到了一方神秘之地，随后不禁呢喃：没想到我居然来到了这样一个世界，还真是破败无比，连个地都需要一个时代造就。不过既然来到了这里，那么这地位必然是我的。曾几何时，我是师尊座下最不成器的，师尊威灵诸天，一身实力到了一种令仙域都难以想象的程度，即便强如仙王仙帝都没有资格见师尊一面，唯独仙域混沌之中疑似存在的帝者
才有资格拜见师尊。而我拥有吞天混沌体，从无尽的仙域天骄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师尊的弟子。本以为自己这样的资质必然是师尊身边最好的，直到自己看到了那几个师兄师姐，才知道自己错了。为了不让自己拖后腿，他不断的寻求机缘，甚至深入一些禁区。没想到在深入一方禁区之时，居然遭受到了时空风暴。再次苏醒过来，已然来到了天元道域。这里古圣竟然可以称尊，大帝可镇压一个时代。依靠自己的实力，他很快就控制住了天元拍卖行，成为了天元拍卖行行主，并且以雷霆手段解决了反对者。本以为一切朝着自己所想象的方向发展，利用天元拍卖行聚集诸多资源，然后成为大帝，称尊一个时代，从而回到仙域。未曾想到，居然出现了一个异常天荒拍卖行出现了，并且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居然令各大圣地都接受邀请，这让他有些好奇，因此想要试探一番。居然破坏我的计划！若非我才刚刚踏入古圣，并且察觉到此方世界还有准地存在，我早就将这些圣地连根拔起，将其资源全部吞噬掉，为冲击地路做准备。也不知道我突然失踪，师尊会不会找我？应当是不可能了。师尊据说已经一只脚踏上成道成祖之路，怎么可能在意我？还有师尊的师尊，那位师祖究竟是什么存在？居然连师尊那样的绝世才情的女子都对其倾心，连府内都挂着其画像。我想要去记清那张画像，却是越往深处记，反而越模糊；不去想，却反而有些印象。不管了，还是先成地再说。不成地，连回去都回不去，何谈其他？话音落下，无边的浩瀚气息涌入其体内，其疯狂地掠夺着周边的磅礴能量，一呼一吸之间，仿佛都可以让一方古星崩溃。第7天终于到了，天荒古城也是彻底热闹了起来。在此之前，天荒古城已经算是热闹了，毕竟诸多宗门大族不远亿万里而来，为的就是参加那令诸多圣地都难以拒绝的拍卖会。就在今日，拍卖会即将开始，才算是真正彻底的热闹起来。轰！轰鸣之声响彻长空，虚空之中，一艘古老的战船撕裂虚空，出现在了天荒古城上空。只见其战船之上印有一个子字，子家居然是子家到了。子家传闻祖上出过大圣，并且是一位与大帝年轻之时争锋过的大圣。是啊，子家虽不是圣地，但除却天元圣地，其余圣地没有哪个圣地敢说底蕴一定比子家深。号称天元第一古族，不知道子家这次是谁带队？各大圣地都接受邀请，子家也来了，想来至少也是一位古圣带队。子家到来，除了出场略微高调一些，很快就没入了天荒古城，隐匿了身影，有古圣遮掩行踪，无人可探查。在天荒古城一处安静之地，子家便驻扎在这里。令人意外的是，子家驻扎之地居然存在一方官墩，一位古家的古圣竟朝着官墩宫敬拜了一下。老祖，天荒古城已到。暂时并未察觉到任何危机气息，看来隐藏得很深。老祖，那邀请函是真的吗？那道气息不可能有假。老朽曾与年少大帝争锋，虽未与真正大帝交过手，但那位年少大帝在成就大帝后的气息绝忘记不了。这气息虽未具备地气，但同样至高至贵，足以令众生俯首。此时，若是有人听到这里的话语，断然会惊骇无比。这躺在棺材之中的存在，竟然曾经与大帝有过争锋。大帝一个时代才出一位，10万年过去，大帝都消失了。好了，老朽先眯一会儿。拍卖会开始了，再叫醒我。很快，此地陷入了一阵沉寂。东耀圣地岛、兴盛圣地岛、北岩圣地岛。接下来的时间，不断的有古老的战船从虚空之中浮现，没入天荒古城，随后消失了踪影。日上三竿，林殊终于踏出了天荒大殿，穿越到来，此方世界第一次拍卖会终于要开始了。此时，眼前站着一位老者，名为柳元，这是天荒拍卖行的首席。少主，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是否可以宣布拍卖会要开始了？那些圣地都到了吗？到了，有指示可以调查过。接受了邀请函的已经全部到达，不过隐匿了踪影，他们无法追寻。那倒没事儿，圣地既然来了就行，敲响天荒钟吧。没过多久，天荒钟敲响，声音瞬间传遍了整个天荒古城。天荒古城之中，原本隐秘的圣地古族皆是一一浮现身影，朝着天荒拍卖行而去。拍卖会要开始了。天荒拍卖行天荒大厅内，整个大厅如今已经坐满了人，那些厢房之中同样也人满为患。你们说这次拍卖会究竟到底要拍卖什么？是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拍卖品，居然能够吸引这些圣地到来？不清楚，即便是古圣经，恐怕都不可能将这些圣地全部吸引过来。谁知道呢？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拍卖行恐怕也不简单，否则那些圣地早就直接明抢了。修炼界可从不跟你讲什么道德正义，不会吧？难道一个拍卖行还能跟这些圣地古族隐士宗门相比？拭目以待吧。终于，一位老者走上了拍卖高台，此人便是天荒拍卖行的首席拍卖师柳元。柳元此刻也是内心颇为不平静，在天荒拍卖行，他已经待了近乎半百岁月，主持的拍卖会已经有上百次，但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心情难以平复，站上拍卖高台。老朽柳元奉少主之命主持此次拍卖会，首先请老夫代少主以及天荒拍卖行欢迎各位道友前辈不远1万里应邀而来参加此次拍卖会。下面老朽应少主之令，简单说一下此次拍卖会的规则。第一，此次拍卖会分为神元交易以及以物易物。
所谓神元交易，那就是拍卖会上都是以神元竞价，其他如原石、灵石等不参与竞价。此话一出，大厅之中瞬间沸腾。什么？居然需要用神元交易？神元何其珍贵，怎可用来竞价？是啊，灵石、原石，这可是修炼界通用。为何不能够参加竞价？少主说过，这是他的规矩。若没有神元，那就自行离开吧。大家难得1万里过来参加拍卖会，时间都挺仓促，没时间跟你们刚好。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大厅瞬间就隐隐暴乱起来。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天荒位在此，谁敢乱动？只见大厅之中10道黑色身影伫立，赫然是林殊获得的10大天荒位，个个都是达到了宁域9重。林殊既然敢这么说，自然也就做好了准备。10大天荒位出现暴乱，瞬间就平定了。至于宁域境界以上、摘星境界、揽月境界，他们基本都会使用神元修炼，身上虽然不能说拥有神元太多，但还不至于为了神元竞价大动肝。第2条规矩，拍卖之事一切以竞价优先，不得在拍卖会上以势力压人。一旦发现，从此拉入天坡黑名单，并且此次该势力到来的人将全部留在此地。好，既然各位没什么意见，那么老朽便宣布此次拍卖会就此开始。随着其宣布，只见一位拍卖行的侍女捧着拍卖品上台，不过拍卖品被罩住，隔绝了神识查探，为的就是还没有开始拍卖，就被人提前得知了一位侍女款款上台，将拍卖品放在柳元身前的拍卖桌上，随后掀开罩子，静静地站在一旁。第一件拍卖品破灵丹，此丹名为破灵，相信诸位应该心知肚明，可为尔等后代增加踏入化灵境界的几率，起拍价100金神元。破灵丹，没想到第一件拍卖品就如此珍贵。是啊，那可是能够让洞天境界踏入化灵境界的丹药，可是4品。何止！若是一位寿元到头的洞天境界老修士能够获得一枚破灵丹，踏入化灵境界，相当于可瞬间增长寿命300年。可惜100金神元的起拍价太贵了，竞拍很快就开始。我云海宗出150金神元，我苍兰宗出180金神元，我王家出200金神元。最终，破灵丹被一方传承1000年的宗门以500金神元拍走。500金神元足以让一个摘星境界的修炼者突破一个小阶段，甚至更多了。破灵丹能够达到这个价值，可以说相当值得。丁恭喜宿主拍卖第一件拍卖品破灵丹拍卖获得神元500，请问宿主是否将其转化成拍卖点？转换吧。随着林殊话音落下，原本交换而来的500金神元顿时转化成了5拍卖点。林殊一愣，500金神元足以从头到尾，从最初修炼开始，造就出一位化灵境界修炼者了，居然才只有5拍卖点。不由得林殊打开了拍卖系统的系统商城。下一刻，系统商城展开在林殊眼前，琳琅满目，诸多商品映入林殊眼中。当然，最先出现在林殊眼前的，自然是价格最低的，比如炼体丹，1拍卖点居然可以购买100枚破灵丹。林殊也看到了，其价格是1拍卖点可以购买2枚。卧槽，岂不是我可以直接从这里购买，然后外拿出去拍卖，转手一下，这瞬间就是10倍的差距。不过林殊很快就放弃了。这次之所以能够将破灵丹卖到500金神元，无非就是来的人大，势力多，有钱的也多。若不是来的势力多，价格肯定要打折扣，估计也就200金神元顶天了。这样一来，也就多赚么1-2个拍卖点，没啥赚头，还不如看看其他。林殊直接翻了过去，然后翻到了价值在100到1000拍卖点之间的商品界面。陨星丹100拍卖点，服用此丹可无声无息，让一位刚刚踏入摘星境界的修炼者陨落。天星剑500拍卖点，此剑取5方古星星河锻造而成，是为6品极品灵剑，摘星境界巅峰剑修使用，可抗衡出入揽月境界修者。星辰庚金800拍卖点，古星寂灭之后，经历1000万年时间浓缩而成，是锻造灵气的无上灵晶。看了许多，大概是明白了拍卖点的购买力。100拍卖点购买力堪比寻常一位摘星境界修炼者，在此之前还以为不多，如今一看，自己这栋天境界300拍卖点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若不是拍卖点无法转换成神元，怕是拥有数万金神元，这个家底寻常的1000年世家都未必拥有一位摘星境界修炼者，身上的家当恐怕也就这般了。可惜并没有目前适合我的，目前自己需要的是足以开辟洞天的宝物，但那种宝物不说不存在，就算存在也是极其逆天的，肯定不是林殊目前阶段可以购买得起。没看到洞天真解当中的画面，那种大地之姿，甚至超越大地之姿绝世少年少女都需要那般手段吗？说起来，从洞天真解当中，林殊还真有所收获，至少知道了自己接下来洞天境界的路该怎么走。看了那么多场景再现，也不算是没有什么收获。待拍卖会结束，林殊就可以着手开辟第8个洞天，甚至第9个洞天了。至于第10个洞天，目前还没有头绪。没错，自从看了洞天真解里面的画面，林殊的目标便是10洞天，甚至摇了摇头。林殊没有再多想，目光继续看向拍卖现场。第2件拍卖品，此物名为破星梭，曾为揽月大能所用，一击便摧毁一颗域外古星而得灵，其拍价10万金神元。此话一出，拍卖行大厅当中彻底沸腾了。揽月大能，那可是站在这个世界高层的存在，便是在圣地也可以成为一位长老，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拱月般存在。一时间，众多存在都是眼神炙热起来。一些传承数千年的古族大宗此刻也是坐不住了。柳元话音落下，顿时有不少人就争先恐后的开口：我北域王家出11万金神元。厢房之中，一道颇为年轻的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整个天荒拍卖行内顿时之间陷入了一阵议论。北域王家居然是这个家族！在整个天元道域，王姓是大姓，几乎遍布每一个古城，并且几乎每一个地方或强或弱都有一个王家。有的王家不过是世俗家族，
家族之中可能不过寥寥几位修炼者，有的王家却传承了千年，足以在一方古城执牛耳，更甚者则是传承了万年，在周边方圆10数万里乃至数十万里、上百万里都有很强的名声。但是要说哪一个王家一旦说出来足以让整个天元道域重视，那么这个家族定然是北域王家。北域王家其祖上曾经出过一位盖世大帝，曾经君临过一个时代。如今大帝宗记载拥有大帝的底蕴，北域王家也是极其强横，其实力比之一些弱小的圣地都要强大。在北域圣地超过5个，古族也就是传承超过10万年的家族也有数个，唯独北炎圣地王家实力最强，可称前2。北域王家如今直接参与了竞拍。北域王家，这可是底蕴极其雄厚的家族，这么快就参与拍卖了？不对，这个声音比较年轻，但却蕴含着一种高贵，这应该是北域王家当代传人，那位王家少主王腾。竟然是他！传闻可与圣帝圣子并肩，甚至超越圣帝圣子的盖世天骄王家王腾，那位号称有大帝之子的少主。一时间，对于厢房之中那位年轻人的来历，若是王腾，我大概明白什么了。王腾号称大帝之子，如今参与拍卖，显然是想再得一件揽月大能的武器，从此便更加如虎添翼。不过可惜了，若是其他的我倒是可以让一让，但这种能够让宗门增添底蕴之宝，一步也不能让。经历了短暂的议论，竞价也是陆续变得激烈起来。厢房之中，林殊听到了下面的议论，也是朝着北域王家王腾的厢房之中看了一眼。虽然这种古族有诸多遮掩的手段，但在天荒拍卖行，林殊就是天，一切都逃脱不了林殊的眼睛。看了一眼，林殊便大致了解了这位王腾，果然强大，与天元圣地那些见过圣子差不多年龄，但实力隐隐还要强过几分。不知道其跟圣地的圣地三甲相比如何，倒是跟那位圣女相比似乎少些什么。看了一眼林殊便没有关注。这天荒拍卖行之中唯一有兴趣的还是一位红袍女子，那位女子给自己的感觉太过于惊艳，堪比在洞天真解那方弹珠宇宙之中见过的那些天骄，这样的存在本应该早就惊艳整个天下才对，没想到却默默无名。天元拍卖行行主，你到底在隐藏什么？透过厢房看到属于天元拍卖行的一个厢房之中，一位红裙女子面带薄纱，拥有着绝世倾城之姿，俯瞰着下方拍卖大厅。此时天元拍卖行主虽目光看着大厅，但已然正在查看着整个天荒拍卖行。对于他来说，整个天元道域都不值一提，唯独有些好奇的是，天荒拍卖行为何能够聚集那么多圣地前来？但拍卖会进行了那么久，如今却是一无所获，冥冥之中似乎有种莫名的压抑感，究竟是为何？便是在仙域，他都从未有过如此这般幸。看来拍卖会结束，得找个理由见一见这个拍卖行的少主。想到这里，他对着身后的神兵堂堂主道了一句：“你那个儿子带来了吧？”带来了。好，拍卖会结束，与我一起去见一见这拍卖行少主。虽然知晓眼前的行主是想要以道歉的名义将自己儿子抛弃，交给天荒拍卖行定罪，但他不敢不听。听，折损一个后代可以再生一个；不听，整个家族覆灭。此时破星梭的价格已然被叫到了30万金神元，普通的家族宗门早就失去了竞拍资本，能够继续竞价的要么是古族，要么是圣地。北域王家32万金神元，兴盛圣地35万金神元，北炎圣地38万金神元，最终演变成了两方势力交锋。北域王家40万金神元，北炎圣地45万金神元，北炎圣地、北域王家这两个势力都是来自北域，并且互相争锋，彼此之间竞争已经是数万年甚至更久。北域王家少主王腾想要获得这件破星梭增加战力，北炎圣地本身年轻一辈，与王腾相比就处于劣势，若让其再获得一件这样的武器，岂不是更压制他们圣地年轻？王家莫非没落到连一件称手的武器都给予不了后辈了吗？北域王家行事一切随心，北炎圣地若想要竞拍便是。面对北炎圣地一位强者的口舌，王家王腾显得极为平静，似乎对面跟自己说话的不是一位揽月境界大能，而是一位普通人一般。这样的语气神态，使得拍卖行内不少人都是暗自称：不愧是号称大帝之子的王腾，这股心态年轻一辈，确实还有人相比。 50万金神元。北炎圣地那位长老见口头不占便宜，也没有再逞口舌之争，再次竞价52。北炎圣地55万、60万，北炎圣地70万。就在这时，王腾突然开口：“恭喜北炎圣地！”这突如其来的话语，使得天荒拍卖行众人都愣了。恭喜北炎圣地获得一件大能兵器，小侄恭喜这位长老。王腾的话再次传来，顶楼厢房，林殊看着这一幕，也是不禁嘴角露出一丝有意思。北炎圣地果然是财力雄厚，佩服佩服佩服！王腾的话语再次传来，使得北炎圣地那位长老脸色铁青，但也无可奈何。毕竟王腾终究是王家少主，如今境界或许不如他，但身份地位上还是比他一个圣地长老高一些。第二场拍卖就这样颇为戏剧性的结束，70万金神元最终由北炎圣地拿下。丁恭喜宿主拍卖破星梭获得70万金神元，请问是否转化成拍卖点？是林殊点了点头。接下来开始第3件拍卖品，天荒拍卖行首席拍卖师柳元又开始了继续拍卖。第3件拍卖品很快就呈了上来，随着其呈上来，拍卖再一次开始了。时间在拍卖当中不断流失，终于这一次拍卖压轴之物登场。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的压轴之品，老夫相信诸多圣地古族远道而来，为的就是这最后压轴之物。伴随着首席拍卖师柳元的声音落下，原本众多沉寂的存在此
此刻都有动作。众多厢房之中，原本闭目沉思的古老存在，此刻终于全部纷纷睁开了眼。在他们眼中，有岁月沧桑流逝，有时光沧海变迁，无一不透露出他们的强大以及存活岁月的悠久。有的甚至身上隐隐有腐朽气息流露，已经快要达到大限了。可以说，这样的古老存在必然是从尘封之中苏醒，若不及时在尘封，只怕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彻底的寂灭。这样的存在都从尘封之中苏醒，足以证明林殊那一张邀请函究竟给了他们多大的震慑。天荒拍卖行一字号厢房，这是天元圣地所在的厢房。此时厢房之中，这里唯有3道身影。第一道乃是面披紫薄纱的年轻女子，身上同样是一身浅紫色衣裙，泛着氤氲流光，整个人仿佛置身在一片道韵之中。便是依稀一瞥，也足以看出其绝世容颜以及阿谀身姿，便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便犹如一世独立一般。此人便是天元圣地的圣女。整个天元圣地设有圣子、圣女，天元圣地从不以男女分开论。想要成为圣子、圣女，除了性别不同，其他皆要求一致，其年龄不超过30岁，境界在摘星境界以上。其二，自身资质也需要极其优越，或是洞天境界开辟8洞天以上，或是圣体体质，或是拥有纯正圣血。此2条件皆满足，不管男女，皆可以成为圣地的圣子、圣女。如今天元圣地圣子9人，而圣女唯独1人，那就是眼前这位女子，圣女子怡。圣女子怡来历神秘，体质强大，无法追寻。曾经在洞天境界开辟了9座洞天，并且在9座洞天之后，疑似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此次拍卖会，天元掌教与天元圣地一位准地老祖前来。此刻天元掌教看着子怡道了：“子怡，你与那天荒拍卖行的少主有过一面之缘，并且曾经称赞过他，可是知道他的一些隐秘。”回掌教，弟子不知，弟子只是看他在一次历练中的表现颇为优异，并且心性也是极其坚韧，才下意识的称赞了一句。至于其他倒是一概不知。那你知道他就是因为你这么一句称赞才会离开圣地吗？紫色面纱之下，子怡眉头一紧，似乎明白了。掌教是说，因为弟子称赞他一句，导致了一些人针对他。是。你应该知晓，圣地8圣子对你有所爱慕，但你一直对他颇为冷漠。如今你却对一个看起来颇为普通的内门弟子称赞，而对他都未曾有过一句话交集，因此导致了他不喜。不过他终究是圣子，倒也没有直接出手针对林殊。不过他碍于自己身份不出手，但有些人未必。有一个想要追随于他的长老知晓他爱慕于你，因此杜撰了一个莫须有理由将其驱逐出了圣地。但驱逐一位弟子比较繁琐，需要至少3位长老下定论。因此，那位长老也没有直接驱逐，而是下放到天荒拍卖行，也算是远离圣地中心了。行了，听完这一切，子怡算是明白了一切前因后。掌教，既然一切因弟子而起，那这一切交给弟子解决，如何？此事随你。本来这次带你过来，除了参加这次拍卖会，见识一下天荒拍卖行的隐秘，第2件事情就是想要让你解决此事，就算不能化干戈为玉帛，也不能让林殊从此记恨上圣地。是，弟子知道该怎么做。就在这时，一旁一直犹如枯木一般的老者才终于开口：“务必将恩怨化解。林殊身后牵扯的隐秘极大，哪怕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化解。从那张邀请函来看，若恩怨未化解，天元圣地恐怕要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子怡一听，面色一惊，眼前这位老祖他跟随着出来之时，可是听长教过，这是圣地的第2老祖，实力极其强大，修为真至准地层次，乃是真正的天元道域当世无敌存在。居然连他都能说出这样的话，只怕那位林殊的确是非比寻常。事情居然是这样，林殊在顶楼厢房之中，利用天荒令的权限，掌控着无敌的实力，查看着各个厢房之中的动作，没想到却是了解到了自己身上那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一切居然是那个长老自作主张。既然如此，本公子倒要看看你们会如何解决。多余的废话，老夫便不多说了。拍卖会中央，柳岩并没有过多的说什么，直接将呈上来的拍卖品罩子揭开。此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部看向了拍卖高台上的最后一件拍卖品，这是什么看不出来，里面似乎是一团流。这到底是什么？竟然能够作为压轴拍卖品出现？柳岩大师可否为大家解释一番？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一些凝玉境界、摘星境界的存在，他们根本就不知晓这拍卖品到底是何物，以他们的眼界，也从未见过这般物品。倒是有一些实力高深之辈，以及一些古老的存在，此刻眼睛却是直直的盯着，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放过。他们能够过来，除了那邀请函中蕴含的惊人气息令人忌惮，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一丝生命本源气息，这才是他们愿意从尘封或者沉睡，又或者闭关当中苏醒前来的最重要原因。如今这件拍卖品终于摆在了人们面前，这就是那能够延续寿命的生命本源吗？处于封印之中，倒是很难知晓其到底能够延寿多少。若是能够延寿100年，也极为惊人了。老夫每一次出世耗费巨大，若能够延寿100年，便是老夫依旧要继续沉睡，但往后出世一次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100载寿元足以支撑老夫出世10次以上，庇护圣地10次了。100
年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弹指一挥间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十分短暂。这样的时间便是天元道域，也有不少珍品可以让他们达到，但他们身体太过于腐朽，寻常的珍品便能够延寿，但也很快被腐朽的身躯吸收，最终延寿时间大打折扣。还有一点，他们能够活到现在，早就不知道吞噬了多少延寿奇珍，一些寻常的延寿之物，他们甚至早就免疫了，用之也没有任何作用。但唯独有一种不同，生命本源，这是超越任何延寿珍品的绝世极品，便是身躯再腐朽也能够吸收本源二字，代表着天地之间生命的源头，是夺天地之造化，化腐朽为神奇。如今这样的绝世之物居然出现了，怎么不让他们激动？此时他们期待柳原能够介绍一下，这究竟是可以延寿多少载的生命本源。柳原朝着上方轻轻一少主亚洲之品即将拍卖，请少主为其解除封印。可一道平静的声音答复传来，下一刻，原本处于沉寂封印状态的生命本源顿时解开了封印，活跃了起来。那浓郁的生命气息，刹那之间充斥了整个拍卖大厅。若非林殊以无敌的实力护主，此时这生命本源只怕是四散而已了。也就是此时，随着其解封开来，诸多厢房之中一些古老的存在，此刻都是情不自禁的惊呼：这怎么可能？伴随着林殊解开封印，惊人的生命本源气息充斥着整个拍卖大厅，诸多厢房之中皆有生命本源气息笼罩。一些古老的存在本身就对这种东西颇为敏感，如今最为直接的感受到，刹那之间对于这种生命本源有了了解。这气息如此浓郁，只怕是至少达到了几百年。老夫拥有此，足够再战一世了。就算不能够踏足人道巅峰，也足以为后辈胡大踏上地路争锋了。此次之行，一切都值了。诸多势力的老祖，一些古老的存在，此刻都是内心长叹，感叹这一次到来参加拍卖会值得，是从尘封中苏醒过来那么一次，也依旧是值得。一个厢房之中，天元大帝曾经的战将，如今天元圣地的第二老祖，他感受到这种惊人的生命本源气息，不由得自主地站起身来，佝偻的身躯在这一刻仿佛充满足以灭世一般的恐怖气息。这一刻，佝偻老者不再佝偻，犹如九天真神再世谪仙一般。没想到这生命本源气息竟如此之浓烈，恐怕已经超过了500年，足以延续500载寿元，真是时来运转。有此生命本源，老夫或可窥探一番那无上地位。一旁天元掌教听到这话，也是连忙表：请老祖放心，晚辈定然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拍卖下。若老祖能够窥探那地位，踏足地境，那么天元圣地在这个时代足以昌盛10万载，君临3000道域，再现曾经始祖天元大帝在世之时的无上之威，统领8方万圣来朝。柳原在林殊解开封印之后，再次诸位，相信不少前辈已经知晓了此物为何物。没错，这就是生命本源，可以完美提升一个人寿元的无上之物。根据少主所说，乃是足以延寿1000年的生命本源。一旦吞服，只要你境界超过摘星之境，便能够完美无差别的延寿1000载。价值相信诸位也都明白，此物不局限于普通神元交易。据少主所言，可用圣品神元，亦或者是绝世奇珍，甚至其他各种各样以物换物的方式进行交易。现在开始拍卖，起拍价1亿阶神元，起拍价居然直接达到了1亿阶神元，这价格竟然是搬空一方传承万年乃至10万年的古宗都可以了。原本还想着浑水摸鱼，如今看来，这起拍价已经将圣地古族之外其他势力给杜绝了。是，不过想想也是，这样的无上之物，诸多圣地的老祖肯定势在必得。虽然我们无法参与拍卖，倒是能够领略一下圣地惊人的底蕴。说的也是。圣地屹立天元道域巅峰，底蕴之深无人不知，但究竟多深，却还无人知晓。我有些期待了。正在拍卖大厅当中，那些人期待之时，一道雄浑的声音出：北域王家出价2亿神元。这声音是王腾之父，如今古族王家之主修为已经真至古圣境界的绝世。王腾之父，难道是那个说我王腾有大帝之资的那位？对，此人自身实力已达古圣，却从不炫耀自己，而不停炫耀儿子。得亏他儿子不是那种几句炫耀就心飘之辈，否则非得给他炫耀成个纨绔子弟了。这倒也是。不得不说，王腾这个人心性还真不错，说他有大帝之资也不算没有道理。是啊，资质冠绝整个天元道域，还有父亲不断吹嘘炫耀，他还没有飘飘然。不过，虽然王腾之父身份很高，但在如今这拍卖行中，身份乃至辈分很高的人可谓是多的是。他开口，除了一些拍卖大厅当中的普通势力，一般强者会在意，其他圣地古族皆没有在意，纷纷跟着直接开口进。我星城圣地出3亿神元，北岩圣地4亿神元。子家5亿神元，一个个圣地古族开始下场参与竞拍，价格很快就由初始拍卖价格飙升了数倍。而这仅仅只不过是开。此时林殊坐在最顶楼的厢房之中，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虽然这些圣地的确是参与了竞拍，但真正的古老那些宗门老祖都还没有开口，如今只不过是相当于热身阶段而已。诸多圣地古族皆已经有人陆陆续续开口参与竞拍，唯独中域目前还没有人开口。中域的人都在等那个势力开口，那个势力便是天元圣地。中域势力不多，但能够位列在中域顶尖的势力，几乎可以说都跟天元圣地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如拍卖行业最顶尖的天元拍卖行，又或者最强大的皇朝天运皇朝，又或者最强大的古宗天明古宗，还是说其他古族，这些势力要么本身就是天元圣地魔下的势力，要么也都是曾经从天元圣地走出去的强者开创的。如天运皇朝，这是一位天运子的强大古圣所开辟传闻，此人乃是某个时期与天元圣地那个时期掌教，乃是双胞胎兄弟，哥哥执掌天元圣地，而他本人则是创建了天运皇朝，传承至今，整个中域80%的底蕴都在天元圣地。终于，就在这时，一道古老充满着沧桑的声音在拍卖大厅。老夫出价10万斤圣品神元，外加10颗8星星兽的兽核。此话一出，拍卖大厅一阵唏嘘声。此居然是圣品神元，并且一下子直接就是10万斤圣品神元。神元一般分为普通神元、高级神元以及圣品神元。寻常所说的神元不过是普通神元，高级神元都很少。一般而言，1斤高级神元足以媲美100斤普通神元，而同样圣品神元也是如此，足以媲美100斤高级神元。理论上，10万斤圣品神元堪比10亿斤普通神元，但圣品神元极其珍贵，价值有所溢出，真要交换，肯定不止。到底是谁居然如此财大气粗？何止财大气粗，简直就是毫无人性啊！10万斤圣品神元就算了，居然还有10颗8星星兽的兽核。星兽或许低级修炼者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但在场可是有强者知晓在域外星空存在星兽，弱小者以域外星空的古星碎片为食，以此来提升自己；强大者甚至可以古星为食，将一方古星吞噬殆尽。星兽是揽月境界以上的存在，前往域外星空最不愿意碰到的，一般碰到几乎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而如今竟然有人出10枚8星星兽的兽核，8星星兽这可是相当于古圣级别了。那种星兽吞个古星就跟寻常修炼飞行一样随便，到底是何等强大之辈，竟然猎杀了10头星兽，取其兽核。等等，我知道是谁了，这是子家那位。很快，随着有人开口，众多人都猜测出此人的身份：子家老祖，子家的创建者子千行。这可是一位真正的猛人，古圣境界已经达到了第3境的绝世存在。古圣是修行者的第8境，乃是人道巅峰之下的最后一境。此境界拥有诸多不可思议的威能，虚空创建，只手可为。而古圣又分为3境，一境乃是圣人，2境是为圣王，3境则是大圣。圣人便已经可以成为一方圣地之主，圣王、圣中之王，古圣之中都可以称王，足以证明其强。而这位子家始祖更是古圣第3境，大圣之境，大地不出，准地尘封。大圣是真正的屹立巅峰，千载万载无敌的至强存在。如今随着拍卖会不断的进行，大圣都开始下场参与竞拍了，这让不少势力都是内心凝重不已。便是圣地对于一位大圣也是有所忌惮。然而这位大圣话还没说完多久，一道更加苍老，似乎蕴含着无尽岁月沧桑的声音传了出来。这声音虽然不大，甚至有些沙哑，但众人听到这声音，内心都情不自禁地颤动起来，身形都忍不住的弯曲，想要跪倒在地。有圣地掌教，这一刻也是颇为骇然的开口：地有地之气息，这是准地，准地出手了。到底是哪个圣地的准地居然从尘封当中苏醒了？这世间已经有近10万年没有出过准地了，自从上一位大帝消失后，准地也再也没有出现过。没想到一场拍卖会居然将准地都吸引出来了。如果说大圣可以让一方圣地忌惮，那么一位准地就不只是让圣地忌惮那么简单了。一些圣地甚至一位准地一掌就可以20万斤圣品神元，15枚8星星兽兽核，以及1枚准地级星兽兽核，外加老夫出手3次。准地的话彻底震动了整个拍卖大厅。此时不管是谁，小到一些小门小派的长老，大到圣地的掌教，听到这话都是只有一个心思：这怎么可能？有点难以置信。这位准地开出的价格太过于令人惊骇了，20万斤圣品神元，这已然是难以想象的。便是圣地都需要收集许久，可能是一方圣地上百年才能够搜集的数量。这样的神元，可以说培养一个古圣2境的圣王都轻而易举了，甚至培养一位古圣3境的大圣都未必没有可能。而这还只是一位准地口中最低的价格之15枚8星星兽兽核以及1枚准地级星兽兽核，其价值丝毫不比20万斤圣品神元来的低。尤其是更有1枚准地级别的星兽兽核，这代表着有相当于准地的星兽陨落，绝对可以称得上惊天之势。准地虽不如大帝那般无缺，不如大帝那君临3000道域纵横无敌，但也绝对算得上是无敌之辈。大帝不出手，即便是准地相斗，也不会有准地陨落的事情发生。而这还不算是最惊人的准地出手3次，这才是真正最惊人的。准地在当今大帝未出的时代，那就是无敌的代名词。天荒拍卖行顶楼的厢房之中，林殊听到这准地开口并且说出条件，也是有些意外。这样的条件已经足够与1000年的生命本源相比了，甚至有过之。不过林殊还想再等等，看看还有没有人在竞拍。一个厢房之中，这里乃是子家的厢房，子家始祖以及子家当代家主，还有子家的几位长老以及子家当代少主都在此厢房之中。听到准地开口，子家众人也都是颇为凝重。老祖，子家众人的目光看向老祖，此时有些担忧。老祖从尘封当中出世，为的就是这1000年生命本源，没想到运气居然如此不好，竟然碰到了一尊恰好出世的准地，这可真是天意弄人。老祖现在该怎么办？棺木之中，这位子家老祖子千行并未起身，他太过于苍老了。子千行听到准地开口，也是有些沉重良久，才嘶哑地回应了一句：罢了，既然出世了，也该搏一搏，否则就这般再次尘封，也尘封不了多少岁月了。子千行跟子家这群后辈低语了一句，随后似乎做出什么决定一般。老朽子千行出价25万斤圣品神元，加10枚星兽兽核，以及在不针对子家的情况下，为天荒拍卖行办事200年。
这200年里，老夫听从天荒拍卖行吩咐。此话一出，一声声惊叹声响起，显然被其所说的话惊到了。听从天荒拍卖行吩咐200年，一位大圣或许不如准帝，但一位大圣在不针对自己家族的情况下听从吩咐，其价值可以说超过了准帝3次出手。这位子家大圣看来真的是大限将至了。是啊，否则不至于出此下策，能够主动说出为天荒拍卖行办事200年，这若不是到了绝境，绝对不可能说出来。拍卖大厅包括诸多厢房之中，众多强者纷纷感叹。林殊在听到这话之后也是心中一动，若是一位大圣入天荒拍卖行200年足以完成那个系统任务，系统任务招募一位古圣级以上的强者坐镇，一位大圣足够完成任务。然而就在林殊准备一锤定音之时，准帝的话音再次：老夫天枪子曾为天元大帝冕下座下战将之一，老夫愿意出50万斤圣品神元，15枚8星星兽首盒，以及1枚准帝星兽收盒，外加老夫听从天荒拍卖行吩咐摆在在不针对天元圣地的前提之下。这话一出，子千行顿时仿佛泄气了一般。他知道这位准帝都这般说，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机会。没有谁傻到会在准帝和大圣之间选择大圣，正常人都知道会选择准帝。唉，看来天意如此。拍卖会结束后，便带老夫回去，将老夫再次埋起来吧，埋得深一些，等自己要踏上地路之时，再将老夫唤醒。说完，子千行躺在棺材之中，闭上了双眼，显然是已经不想再参与竞拍了。准帝天枪子的开口，让子千行彻底绝了希望，同时也让拍卖行中所有人都是骇然。这位准帝竟然是当年天元大帝的座下战将。天元大帝距离如今可是已经过去了数个时代、数十万年了，他麾下的战将居然还活着。天枪子一些传承比较悠久的圣地，听到这个名号也是心中一鸣，仿佛从圣地的古老记载当中看到了曾经站在天元大帝身前一杆神枪踏破3000道域的无敌身影。天元大帝座下9大战将，任何一位都是准帝级别的存在，天枪子便是其一。更恐怖的是，天枪子居然愿意听从天荒拍卖行吩咐100年，这让不少圣地惊讶的同时，也是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至始至终，天荒拍卖行那位书写邀请函的似乎都没有出。老祖，您天元掌教在听到天枪子老祖的话后，也是一脸惊讶。天枪子笑了笑，无妨，100年而已，10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100年后，子怡或者是道子，也该是踏上地路了。老夫或可再战地路一回，在此见证一次大帝的诞生。况且天荒拍卖行中疑似存在神秘无敌者，就算不是帝，也跟帝差不了多少，老夫并不吃亏。天元掌教一听，也就没有再多说了。拍卖大厅，拍卖高台之上，此时身为首席拍卖师的柳元也是彻底懵了。但没有想到拍卖会引出了一位大圣，还有一位准帝。更恐怖的是，一位大圣与一位准帝居然都开出了愿意让天荒拍卖行驱使的条件。一时间都有些沉浸在震撼之中，以至于忘记结束拍卖。直到一道声音传入他耳中，他才知道自己是什么，连忙缓过神。此次拍卖品1000年生命本源由天枪子准帝前辈所得。我宣布，此次拍卖会到此结束。随着一声轻敲，拍卖会终于落下了帷幕。丁，恭喜宿主拍卖获得50万斤圣品神元，是否转换成拍卖点？是，全部转换。丁，恭喜宿主获得拍卖点500万。丁，检测到宿主拍卖获得8星星兽兽和15枚为9星星兽兽和1枚可为宿主进行价值估算后转换成拍卖点。请问宿主是否转换？林殊听闻，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留下1枚8星兽盒以及为9星兽盒，其余14枚兽盒全部转换成拍卖点。丁，14枚8星星兽兽和估价总值为300万价值点现已经转换成功。话音落下，林殊眼前系统界面呈现出来，宿主林殊年龄19，境界洞天境界，7重功法天元心经洞天篇，神通天罡剑诀，9叶剑诀，体质剑灵体，拍卖行4级，1级鲜为人知，2级初出茅庐，3级小有名气，4级响彻一方，5级声名远扬，6级众所周知，7级名扬3000，8级流传诸天，9级名垂千古，10级独断万古。物品洞天真解，洞天之灵真龙，拍卖点8025005，抽奖次数0。任务短期任务，请宿主在7天时间内召开一场拍卖会，已完成。短期任务，作为一方拍卖行，岂能没有强者坐镇？请宿主在1个月内招募到1位古圣级强者坐镇，已完成。长期任务，声望提升任务，下一阶段，请宿主将拍卖行声望提升至4级，响彻一方。林殊看了一眼这系统呈现出来的信息，诸多信息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拍卖行的知名度、拍卖点以及任务都是发生了变化。知名度由之前的3级小有名气达到了如今的4级，响彻一方，与之声望知名度的提升，同时也顺带将声望任务完成了，并且拥有任务完成时的奖励。不过暂时还未领取，这只是任务之一。任务之一，招募1位古圣级别以上的强者坐镇拍卖行，同样也是完成了。至于那个拍卖任务，随着这一场拍卖会落下帷幕，也是宣告着任务完成。